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去搜索栏输入3个字儿出马仙儿，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比早高峰的地铁还要拥挤，比大年初一的庙会还要热闹的赛博世界。满屏都是眼神迷离的大仙儿，浑身发抖的马蒂，还有排着队刷火箭只求大仙儿看一眼虔诚的芸芸众生。这时候很多所谓的理性派又要跳出来说了，哎呀，现在这人怎么越来越迷信了？这都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啊！如果你把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愚昧，那你不仅不懂玄学，你连经济学也没入门。这个在中医这里啊叫阳消阴长，而在经济学里叫做反周期性，就是当股市、楼市、就业率这些代表现实世界确定性的曲线开始像心电图一样往下掉的时候，另一条曲线代表玄学和超自然的曲线就会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蹭蹭往上涨。这就是一条雷打不动的心理力学定律。当现实世界的控制感归零，我们就会本能的向未知的世界去借一点控制感，这在经济学上叫口红效应，而在现在互联网的语境下，这叫电子安慰剂。意思是说，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买不起房，买不起车，手里那点闲钱总得找个出口吧，那就买支口红，花钱少，还能让自己开心一下。现在的网络看事儿，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听几句好话，买到一个明年会更好的心理安慰。这不就是一支涂在灵魂上的精神口红吗？但是如果咱们的认知只停留在消费这个层面，那你就太小看现在的出马热了。这不仅仅是买口红的人多了，更可怕的是造口红的人也正在呈指数级爆炸。你去看看那些直播间里的大仙儿，有多少是真正修行了几十年的老人家呀？太少了，更多的是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是刚刚脱下西装的失业白领、待业大学生。对于他们来说，这哪里是什么迷信，这分明是一场绝地求生的精神创业。你想想看，现在开个实体店要多少本钱？房租、水电、人工，眼一睁就开始烧钱。送外卖、送快递又要跑断多少条腿啊！相比之下，立堂口看起来是一条多么诱人的轻资产捷径。它不需要学历门槛，不需要你租昂贵的写字楼，不需要你囤积卖不掉的货，它需要的只是你贡献出你的身体还有故事，哪怕这背后可能藏着巨大的代价，甚至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但在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眼里，这依然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出马已经成了经济下行周期里底层青年最后的灵活就业。它不是单纯的信仰复苏，它是失业潮冲刷过后留在沙滩上的生存本能。别再高高在上有优越感了。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镜头前声泪俱下感谢老仙家赏饭吃的时候，那可能不仅仅是他的演戏，那是他作为一个被时代列车甩下来的人紧紧抓住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生存尊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构的起点。不要只看到缭绕的香火，更要看到香火的背后那一个个渴望翻身、渴望确定的具体的肉身。说完了现在的赛博萨满，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去看看他们的老祖宗。很多人一听到萨满这2个字儿，脑子里就蹦出来跳大神儿，甚至觉得这是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代名词。各位，咱们不要有这种二极管思维啊，把这些刻板印象先扔到垃圾桶里吧。在通古斯语系里面，萨满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极其高级的，它叫知晓者，或者是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在那个没有显微镜、抗生素甚至没有文字的年代里，萨满就是各个部落里的医生、心理咨询师、哲学家，甚至是保护族群不被大自然吞噬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历史在这里呢开了一个巨大的分叉，这也是很多人至今搞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萨满看起来很神圣，有的看起来又很疯癫的原因。
这个分叉点就在清朝。当满族人入关之后，大清的统治者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规范祭祀，更要稳固皇权。他们不能容忍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更不能容忍这种通灵的解释权握在私人手里。于是呢，乾隆就做了2次极其狠辣的宗教手术。乾隆12年，他颁布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他给全天下的萨满定了规矩，要求所有的萨满必须按教材表演，不准瞎跳，不准胡说。这其实是一场政治性的去神迹化，把原本狂野的萨满仪式活生生改造成了皇家的广播体操。乾隆58年，他又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搞出了金瓶撤签，谁是转世灵童不能由大喇嘛说了算了，得由朝廷监督抽签决定。你看啊，无论是萨满的教材化，还是喇嘛的撤签化，本质上都是在搞神权行政化。乾隆的意思很明确，他要把一切不确定的通灵神谕全部变成确定的行政管理。这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神。在大清的土地上，连神仙下凡都得先拿朝廷的准生证。说到这儿，是不是好多朋友联想起那句名言了？49年以后，动物不许成精。这和乾隆的思路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世俗权力对超自然现象的行政祛魅。他在告诉你，在这个科学与秩序的时代，不确定的妖异没有容身之地，一切都要按逻辑办，按规矩来。不过嘛，这个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建国以后不许成精，那建国之前成的精怎么办呢？我的一位朋友就经历过跟那些老家伙们实打实斗法的小故事。这样吧，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超过200，我就专门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那些在禁令生效之前就已经成精的小动物们在现在斗法的故事。想听的在视频下面点赞多转发。好，言归正传，在这种逻辑下呢，萨满就被硬生生劈成2半了，一半被收编进了皇宫，叫宫廷萨满，又叫家萨满。这帮人呢，就是那会儿的神职公务员，仪式感拉满，但没有灵魂。另一半呢，那些没有被收编的，依然生活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被称为野萨满，或者叫神萨满。这一支呢，才是今天的出马仙直系血亲。他们保留了萨满教最原始、最野性，同时也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不可控性。如果你见过野萨满的仪式，你就会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广播体操，那是一种灵魂层面的重金属摇滚。单鼓一响，那密集的鼓点每秒钟敲4到7下， BPM 能到240以上，能直接把你的脑波从清醒的贝塔波敲到恍惚的西塔波，强行接管你的心跳。他们在篝火旁边狂舞，在烟雾里面嘶吼，通过这种极端的身体刺激，强行让自己的意识断片，进入一种出神状态。只有在这个状态下，他们认为自己才能跨过生与死的边界，去和那些看不见的存在讨价还价。所以记住了，今天你在直播间看见那些自称大仙的人，无论他用的是美颜滤镜还是喊麦神曲，他们骨子里模仿的其实都是那群几百年前在林海雪原里用生命在跳舞的野萨满。只不过当这种野性的力量撞上了汉族人的务实的交易心态，原本萨满教敬畏的是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但闯关中的老百姓没空管那么多呀，他们要的是治病、救命、保平安。于是呢，神灵就必须变得具体，必须能办事儿，还最好就在家门口。这股力量就开始变异了，它变成了一种更接地气也更具象化的符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那5种神秘的动物仙家：胡、黄、白、柳、灰。好多人会问为什么非得是这5种动物呢？为什么没有东北虎呢？
为什么没有黑瞎子呢？难道是他们不够猛吗？问得好啊！如果咱们只从战斗力来看，一只东北虎能打10个黄鼠狼，为什么老虎成不了大仙儿，黄鼠狼却成了二爷呢？这里面有2个深层的逻辑。首先，这5个仙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家宅的邻居。老虎、黑熊在深山里离你太远了，那是恐惧；猫狗呢，在炕头离你太近，太熟了，没法成神。只有这5位住在你柴火堆里面、地基下面、房陵上，这种若即若离的神秘感才最适合承载人们对半人半神的想象。其次呢，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根本就不是生物，而是东北农村集体潜意识里面投射出来的5种人性原型。咱们一个个来拆开啊，你就明白了。首先说狐家，就是狐狸，代表是什么呢？是智商和情商。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混得最好？不是拳头硬的，而是脑子活、会来事儿、能平事儿的人。狐狸呢，皎洁通人性，它就完美寄托了老百姓对于高级智慧的渴望。所以狐家往往就是掌堂的这个教主，像是家里的老太爷，更像是堂口的公关经理，主打一个运筹帷幄，专搞人情世故，就没有他平不了的事儿。再看黄家黄鼠狼啊，这个是大家最怕也最容易撞上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情绪还有冲动，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本我。你看黄鼠狼的性格，急躁、记仇、上蹿下跳，没一刻消停。这在精神医学里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躁郁症患者。这种躁狂和多动，像不像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被压抑的、想发疯的、想报复的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说自己被黄仙磨的时候，往往是他内心的情绪堤坝崩塌了。接下来说白家，就是刺猬，代表的是健康。民间传说呢，就说刺猬背上驮着草药，他的性格是内向喜静的，这就对应了老百姓对疾病的恐惧，还有对神医的向往。柳家呢，就是蛇或者蟒，代表的是力量与权力。蛇呢，是冰冷的、缠绕的、令人恐惧的，它象征一种绝对的、带有压迫感的自然伟力，甚至带着一点原始的生殖崇拜的意味。那种被捆教时候的紧束感啊，其实是对力量的一种既害怕又渴望的臣服。甚至也会发现呢，柳家上身的时候，地马的身体会像蛇一样沿着这个脊柱扭动。记住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模仿，这和瑜伽里面的昆达里尼，就是灵蛇能量，是有着惊人的巧合的。我们后面会详细揭秘。最后说这个灰家，就是老鼠，那就更简单了，代表的就是搞钱嘛。老鼠最擅长什么呀？搬运、囤积。在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要是有老鼠，说明你家里有余粮啊。所以灰家主财运，它投射的呀是人们对物质匮乏的终极焦虑。看懂了吗？智慧、情绪、健康、权力、财富，这哪是5种动物啊？这分明就是东北黑土地上一出活生生的欲望心理剧。老百姓把这5种最强烈、最根本的心理诉求外化了，成了5种常见的动物。这样一来，当他们遇到脑子转不过弯、情绪崩溃或者生病缺钱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面对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了，而是可以把锅甩给外面。哎呀，这是老仙在磨我呢。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一种具有民间智慧的心理防御机制。讲到这儿，我相信肯定有朋友，特别是那些真正被上过身或者被磨的这种经历的朋友，已经按耐不住要喷我了。你用心理学解释一通，说这是欲望，是心理防御，但我告诉你，我这种感觉是真的。我那天明明意识清醒，但就是控制不了我的手。哎，我就是忍不住想哭想吼啊，甚至我说出来那些话根本就不是平时能说出来的。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上仙，那这股控制我的力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100%相信啊，你绝对没撒谎，你也没有演戏，
那种身不由己的恐惧感，那种脊柱发凉的压迫感，甚至你嘴里蹦出来的上方语，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是幻觉，那反而是在侮辱你自己的身体。但是呢，记住了啊，体验是真实的，不代表你的解释是正确的。你感觉到了被控制，是因为真有一个穿着黄马褂的老头钻到你的身体里吗？还是说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某一套我们平时根本没机会使用的隐藏系统突然被激活了？这就好比你的电脑突然蓝屏死机了，屏幕上跳出一堆乱码。不懂电脑的人会说，哎，坏了，我这电脑中邪了，有鬼在我屏幕里边画符呢。但懂行的这个程序员就会告诉你，别扯淡了，这 CPU 过热，触发断电保护了。人呢，就是一台最精密的生物电脑，所谓的附体，所谓的神通，说白了就是你的生物硬件，你的肉身在巨大的压力下崩盘了，而你的文化软件就是你内心的信仰。不管你装的是东北的出马 OS， 还是西方的驱魔 iOS， 在这个崩盘的瞬间呢，就强行赋予了一个神话故事。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在开玩笑啊，人怎么会死机呢？那我就要重复介绍我视频里面经常提的老朋友，一个人体系统里面幕后大 boss， 他的名字就是迷走神经。这家伙从你的脑干出发，一路向下，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你的心脏、肺、胃、肠道。它就是你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总控电缆。这个电缆有3个档位，一档呢腹侧迷走神经，就是安全模式。当你和朋友撸串啊、聊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档位。你的心跳会很平缓，表情呢也非常丰富。第2档呢就是交感神经，这是战斗模式。当你被老板骂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肌肉紧绷，准备打一架或者撒腿就跑。但如果你遇到的威胁太大，大到了你既打不过也跑不掉，比如很小的时候被严厉的父母暴揍，或者长期生活在那种极度压抑的环境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直接挂到3档。背侧迷走神经就是假死模式，你会浑身僵硬，呼吸几乎停止，痛觉消失，这在生物学上叫强直性静止。大脑会切断对身体的感知，这就是生物界最古老的强制断电保护。当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大到崩溃，他的神经系统也会瞬间切入这个假死档。这个时候呢，他会感觉到身体僵硬、麻木，意识飘忽，好像灵魂出窍一样。这在医学上叫背侧迷走神经冻结，这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反应。这不是你的硬件坏了，恰恰相反，是你的防火墙太灵敏了，它为了保护你，强行拉闸断电。但是在你的主观感觉里呢，这就是一次严重的系统崩溃。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非洲人，也不管你信佛、信道还是信上帝，这套硬件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虽然死机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大脑里装的操作系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最讨厌未知，它无法接受我刚才怎么突然动不了了这种空白。于是为了解释这个可怕的身体反应，你的文化软件必须立刻马上编造一个合理的故事。如果这个故障呢发生在一个东北农村大婶身上，她大脑里边装的呢就是安卓出马版的 OS。 大家都知道安卓系统开放混乱，什么乱七八糟的软件都能装。当身体一僵硬，意识一模糊，它的系统里边就立刻弹出一窗口，警告检测到第三方插件黄二大爷 APK 正在强行获取 root 权限。于是呢，他就开始模仿黄鼠狼的动作，开始说胡话。如果同样的故障发生在一个虔诚的西方信徒身上，他装的是 iOS 驱魔版 OS， 大家都懂苹果系统封闭安全，权限管得死死的。同样的身体僵硬，同样的意识模糊，他的系统弹出的窗口就可能是安全检测，检测到了未授权的灵体访问，已拦截。于是呢，他就开始模仿电影里的恶魔，
开始标拉丁语了。硬件的 bug 是一样的，都是迷走神经冻结，都是创伤后的解离，但是文化软件的皮肤不同。东北的皮肤叫仙家上身，西方的皮肤叫恶魔附体。我们总是被屏幕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弹窗、皮肤特效给吓着了，却忘了检查一下那个正在冒烟的 CPU。好了，咱们继续拆机啊。刚才说了死机，现在咱们要聊聊死机之后最吓人的一幕——震颤。你在视频里肯定见过啊，那些地马一旦请神成功，整个身体会像触电一样剧烈的抖动，有的还会伴随着奇怪的哈欠、流眼泪。很多人看到这儿就会觉得哇，好神奇，能量好强啊，或者觉得这是演的吧，为了显得自己有仙儿。你们可以自己扩展阅读啊，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视频，就是那种羚羊在逃脱了狮子追捕之后，就站在原地就开始剧烈的抖动。这只羚羊呢，就是刚从狮子嘴里逃出来，它没死，甚至都没受伤，但它为什么站在那儿疯狂发抖呢？它是在跳大神吗？它是在请羚羊大仙上身吗？不是，它是在排毒。当它被追杀的时候，它的身体里分泌了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些能量呢是为了让它逃命用的。但现在它安全了，那些没用完的能量如果留在身体里，就会变成毒素，所以它会通过本能的震颤，把这些巨大的能量像甩干机一样甩出体外。这就是生物界著名的神经源性震颤。咱们人类呢，作为一种高级的爱面子的动物，我们早就把这个本能给阉割了。假如你被老师骂了，你想抖吗？想，但你不敢，你得憋着，你得立正站好。长大以后让老板骂了，你想抖吗？想，但你不能，你得微笑，你还得说收到。于是呢，这些几十年没抖出来的恐惧、愤怒、委屈都去哪儿了？它们都被锁进了你身体里最深、最隐秘的一条筋膜链里，它就是深前线。这是一条从足底开始，顺着大腿内侧，穿过骨盆，连接你的腰大肌啊！注意这块肌肉啊，它是你身体里面的战斗开关，它是人体里唯一连接脊柱和双腿的肌肉。当你感到恐惧，想蜷缩起来保护肚子的时候，就是它在用力。几十年的恐惧都锁死在这块肌肉的结节里，它不仅是灵魂之基，更是垃圾情绪的储藏室。这条线呢，继续向上，穿过横膈膜，包裹着心脏，一直连接到你的舌头根儿。这不仅仅是筋膜呀，这分明就是一条藏着你所有童年阴影的肌肉拉链，或者你身体里的情绪高速公路。当你进入出马状态，当你那根紧绷的神经终于断电，也就是你的显意识终于闭嘴的时候，这条拉链嘣的一声就开了。那些积攒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巨大的情绪能量，就像洪水爆发一样，沿着这条高速公路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股能量流冲到你的脊柱，你就开始像蛇一样扭动；冲击到你的横膈膜，你就开始打深长的哈欠、流眼泪；冲到你的舌头根儿，你就开始胡言乱语。那个在直播间里面狂抖的地马，他感受到那股力量是真实的，但是他搞错了一件事儿，那不是什么外来的神威，那是他自己的身体里被压抑了半辈子的委屈。这个在西方医学里啊，甚至专门发展了一门疗法，叫 TRE， 就是创伤释放练习。老外花几千刀去学的高级疗法，在咱们东北就被解释成了皇二大爷显灵。这不是迷信的荒诞啊，这恰恰是你的身体比你的头脑更聪明，他在用一种你无法拒绝的方式强行救你的命。这就是解剖学给出的最慈悲的真相。好，这个抖也抖完了，咱们还得聊聊出马现场最让人目瞪口呆的三大神技：打长嗝、喝酒、说上方语。先说打嗝啊，好多人去看出马，那个大仙往那儿一坐，还没说话，先是一声打一个那种特别长、特别深，仿佛从脚后跟打出来的嗝。有人就说：“哎，这就是仙家带的气场太强，
把肚子里的气给顶出来了。哎，错了，这个在中医里边叫肝气犯胃，在解剖学里呢，这叫膈肌痉挛引发的深层嗳气啊！注意啊，这可不是你喝可乐打的那种饱嗝，那是排气。这个神仙嗝呢，本质上是一次剧烈的肌肉收缩。还记得刚才说的这个深前线吗？它必须要穿过一座大桥，就是你的横膈膜、膈肌，它是你身体里面最大的情绪垃圾桶。平时你受了委屈，是不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呀？那就是你的膈肌在抽筋儿，在锁紧的。当一个人进入出马状态，迷走神经开始复苏，那个紧绷了半辈子的膈肌会突然开始松开，然后剧烈反弹，就像你把一个压扁的弹簧突然松手一样，咯噔一下。这是深层肌肉在疯狂释放张力，这不光是生理反应，也是你身体里积压了半辈子的委屈，通过这种肌肉痉挛的方式强行震出来。再说第二个就是烟酒不忌，哎，这可是名场面，好多视频都有。平常滴酒不沾的小姑娘，一旦上身，拿着那种60度的高度白酒，咕咚咚咚往下灌，跟喝水一样。平常不抽烟的人，点上一根，深吸一口，直接抽到底。而且最神奇的呀，就是那个烟灰竟然不掉，一直立在那儿，跟柱子一样。好多信徒就看傻了，这肯定是有神力护体啊，凡人哪受得了这个呀？我得先泼盆冷水，这根本不是神力啊，这是你的身体感应器被关闭了。先说喝酒啊，高度白酒辣不辣，烧不烧胃？当然烧啊，这本质上是一种痛觉。但是当大脑进入死机状态，解离性麻醉会让身体分泌大量的内源性阿片肽，这是人体自带的吗啡，它会把你身体的痛觉信号给切断，所以它不是能喝，它是麻了。酒精依然在伤害它的胃黏膜，依然在毒害它的肝脏，只是它感觉不到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那种地马退酮清醒以后会剧烈呕吐，甚至大病一场。再说抽烟啊，为什么烟灰不掉呢？这个在精神医学里面有个专门的词，叫木僵状态。处于出神状态的人啊，肢体的肌肉会保持极度的僵硬和稳定，他的手呢，会比外科医生的手还稳，哪怕是一个反关节的姿势，他都能保持半个小时一动不动。这时候这手啊，就是一个人形的烟灰缸，烟灰当然不掉了，那怎么能一口把一根烟抽完呢？因为在解离状态下，它这个气管咳嗽反射就被抑制了，再加上过度通气的深长呼吸，它的那个肺啊就跟大风箱一样，呼哧呼哧猛抽，那烟丝燃烧速度能不快吗？最后再说那个上方语啊，就是天语，好多大仙一张嘴叽里咕噜的，没人听得懂。这个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家 Andrew Newberger 较了一个真儿，他把这帮说上方语的人啊，就请去做了一个专业的脑部 SPECT 扫描。结果你猜怎么着？当他们开始说那些上方语的时候啊，他们大脑里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自我监控的这个核心区域，也就是负责逻辑、语言还有控制自我那个区域，血流量就瞬间暴跌。这意味着什么呀？还记着咱们说那个操作系统吗？这就意味着你大脑里那个 CEO 就是显意识就被强制休假了，或者是被关进小黑屋里了。这时候谁接管那个麦克风呢？是你那个原始的狂野的边缘系统，你的舌头不再听老板的话，而是开始执行一段生物本能的即兴代码。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叫流体状态，就好像一个爵士乐的乐手在那儿即兴独奏，他根本不知道下一个音符是什么，但他就能顺畅的吹出来。所以啊，这些神迹，痛觉消失、肢体僵硬、语言混乱，通通不是神仙的恩赐，而是大脑皮层的一场换岗仪式。老实巴交的显意识 CEO 下班了，狂野的原始人边缘系统接管了身体。这就是神仙附体的生理学真相。
讲这么多理论，肯定有人不服气。那神经系统又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能切换呢？那现在呢，我教你一个作弊代码啊，让你不用借助任何外力，手动重启你的迷走神经。这个动作在整骨医学里面有一个非常硬核的名字，叫迷走神经重启法。我之前也有视频提到过，这也是很多所谓的明白的大师在给你加持的时候偷偷在用的技术。第一步，保持头不动，脸正对着屏幕，把双手交叉放在后脑勺上，大拇指顺着脖子两边的这个肌肉轻轻往下顺，这就是放松这个枕下肌群。保持头绝对不动，只动你的眼球，用尽全力往右边看。哎，就好像你要偷看右边一个美女一样，死死盯着右边的眼角，不能眨眼，坚持住，心里默数30秒，坚持住啊，坚持住啊。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眼睛开始有点酸，甚至有点想流泪了？那别动，继续盯住，直到你的身体突然出现一个不由自主的反应，比如突然深吸一口气，或者突然咽一口口水，或者打了一个哈欠。只要出现这3个反应中任何一个，说明你右侧的开关已经重启了。别急，还没完啊！咱们不仅修右脑，还得修左脑。继续保持手不动，然后呢，把眼球往左边看，死死盯住左边的这个眼角这个视野，坚持30秒，头不能动啊。还是等那个哈欠，或者等那个深呼吸，如果再次出现了，那就恭喜你，双侧重启成功了，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感觉一下，是不是你这个视野就会变亮了，肩膀也松沉下来了，呼吸也变得更通透了？那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刚才那个哈欠呢，其实就是神经系统从高张力的状态下放松下来的标志，是副交感神经激活的结果。那个哈欠啊，就可以当作是系统重启时候的开机音。掌控你身体的状态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仙儿，也不需要神力，只需要知道你身体的这个生物电脑的快捷键在哪儿。刚才我们用的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小按键，而那些出马的仪式呢，比如那些鼓点，那些烟熏火燎啊，那些唱词啊，加在一块儿，其实就是一套更复杂、更暴力的组合快捷键。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强行劫持你的神经系统，让你在死机和重启之间来回横跳。这时候可能有一些杠精就要说了，你这是在忽悠人吗？我刚才就打个小哈欠，流2滴眼泪，人家大仙那可是浑身抽搐，甚至口吐白沫，这能是一回事吗？当然是一回事了，区别只是在于当量不同。刚才做的呀，只是松解了脖子后面一小块肌肉，释放的可能就是你刚才刷手机积攒的那点疲劳，就好像你给电脑摁一下 F5，重新刷新一下，画面闪一下，清爽一点而已。当然那些出马的地马呢，他们松解的是哪儿？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身前线，是这个腰大肌，那儿锁住的可不是半个小时的疲劳，而是积攒了半辈子的巨大的童年创伤，还有生存恐惧。当这股能量被释放出来，它就不是摁 F5了，它是直接拔电源再插上，那个叫强制重启。能量越大，震动就会越大，原理没变，只是电压变了。讲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解剖课就可以算上完了。但是还有一个巨大的谜题没有解开，既然硬件的反应是一样，为什么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给这个反应起了完全不同的名字呢？为什么东北人看到的是狐狸，西方人看到的是恶魔，印度人呢看到的是灵蛇？那咱们就得想办法把这台生物电脑连上网，去看看人类历史上那些顶级的系统架构师、各大宗教政教是怎么看待这个 bug 的。你可能会觉着，不管科学怎么说，我就觉着那就是神仙下凡是来救人的。哎，先别急着感动啊。咱们如果去翻开道教的道藏，或者去请教一位正一派的高功法师，关于神仙上身这件事啊，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颠覆你认知的铁律：正神不上人身。道教的逻辑非常硬核，它是基于能量等级的。
在道教看来啊，真正的神，比如玉帝、三清，还有其他的正神，是纯阳之气，或者高维能量体，那是一股极其高频、纯净、巨大的能量。而我们人类的肉身是什么呢？是半阴半阳的肉体凡胎，甚至充满了污秽，还有各种欲望。你想想看啊，如果把一股几十万伏的高压电，就是正神，接通到一个220伏的灯泡普通的肉身里面，结果会怎么样？灯泡瞬间就得炸了，连灰都不剩。所以道教就认为，如果真的是正神要传达旨意，他绝对不需要钻到你的身体里面，他会通过他心通，直接把智慧感应给你，你会突然开悟，你也会心生慈悲，你的意识是清醒的，甚至是超级清醒的。那么那些让你翻白眼、流口水、浑身抽搐，让你失去意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道教的话说的很难听啊，管那叫外道，或者叫纯阴灵体。他们是纯阴之体，因为能量等级啊比人还低，或者跟人差不多，所以他才能钻到你的经络里，和你那个本来就虚弱的灵魂抢夺方向盘。还记得刚才说那个全身震颤吗？萨满觉得那是神威，道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啊，那是因为阴气入体，阳气在抗争呢，就好像冷水倒进热油锅，这就是免疫排异反应，你的身体在本能的剧烈的排斥这股阴性能量。所以别搞错了，真正的道教修行是修成纯阳，让自己变成神，而不是把门打开，让路边的孤魂野鬼进来开派对。这就是道教的主体性观念，修道呢是为了掌控生命，而不是出让生命。咱们再来看看佛教啊，好多出马弟子喜欢把自己跟佛教混为一谈，家里供着佛像，旁边供着保家仙儿。但是在真正的佛法教义里面，这完全是两码事。佛教对附体的批判比道教还狠呢，它直接上升到心性的高度了。在《楞严经》里面，佛陀专门讲了50阴魔，五阴驱雨，色受想行识各10种，详细描述了修行人在禅境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神奇境界，看到光啊，看到花啊，听到空中有人说话呀，甚至身体不由自主地飞起来啊。普通人一看，哇，活佛转世，成了，成道了。但佛陀就会冷冷地一说，此名克邪，年久成魔。意思就是说啊，这不过是你的感官系统出现幻觉，出现 bug 了，或者是外来的邪气克邪在捣乱。如果你把它当真了，如果你执着于这种神通，你就是着魔了。佛教的核心逻辑呢，就是佛菩萨给你的是觉悟，妖魔给你的是控制。真正的佛菩萨呢，绝对不会像强盗一样把你的灵魂挤走，接管你的肉身，那叫喧宾夺主。那个是阿修罗和恶鬼道的众生行径，这就和基督教的神学逻辑是惊人的一致。基督教里边也有圣灵充满，也有鬼魔附体，怎么区分呢？牧师通常会拿出2把尺子，第一把尺子叫看果子，圣经里就说了，如果这个灵体来了，给你带来的是仁爱，是喜乐，是和平，也就是不仅身体健康了，生活也变好了，那它就是好的果子。如果它带来的是混乱，是暴躁，是家庭破碎，那就是坏果子。第2把尺子呢，也是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叫做自由意志。神学家就认为，圣灵呢是绅士，他在进入你的时候会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你会感到充满了力量、勇气还有智慧，但你依然是你，你的头脑是清醒的，你随时可以喊停。但魔鬼是强盗，他会强行压制你的意志，让你无法控制手脚，让你切断意识，让你做出一系列违背本意的事情。无论是东方的道教、佛教，还是西方的基督，这些在该领域深耕了几千年的巨头，虽然由于门户之见经常吵架，但在附体这件事上，他们就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共识。高级的灵性是增加你的自由度，让你更智慧、更慈悲、
更自律。低级的灵性是剥夺你的自由度，让你癫狂失控，甚至成为傀儡。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有人在直播间里面翻着白眼儿，浑身乱抖，自称大神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更慈悲但也更清醒的眼光看着他。那不是什么神迹，那是灵魂的失守。好，各大正教的这个观点说完了。现在我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更小众但是更烧脑的领域——西方神秘学。在这里呢，咱们不谈善恶，不谈因果，咱们只谈技术。大家可能发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灵体的地狱锁。不仅是中国和外国的不一样，就连中国内部都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神灵分界线。南方的朋友，特别是广东、福建、台湾，还有东南亚的，你们可能对这个狐黄白柳灰很陌生。在你们那边，这种现象叫做起乩或者叫神打，或者叫伏鸾。你们请下来的从来不是什么狐狸啊、刺猬啊，而是哪吒三太子是齐天大圣，是关二爷，或者济公活佛。这就很奇怪了，大家都用的同一套中文操作系统，为什么过了山海关或者过了长江，神的物种都变了？难道是因为北方的狐狸精有户籍限制，还是南方的三太子听不懂东北话？当然不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72年，地点呢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多伦多精神研究学会 TSPR 就做过一场震惊神秘学界的造鬼实验——菲利普实验。实验的主导者呢是乔治·欧文博士，他找了8个完全没有灵媒体质的普通人，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凭空捏造一个鬼。他们编了一个剧本，主角叫菲利普，是个17世纪的英国贵族，因为爱上吉普赛女郎而自杀。这8个人心里非常清楚，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菲利普这个人，全都是假的。但是呢，当他们每周聚在一起，跟开那个剧本杀一样，专注地呼唤菲利普的时候，几个月以后，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张厚重的这个橡木桌子就开始剧烈震动，甚至单脚站立，在房间里违反重力的滑行，而且桌子还能通过敲击回答问题。但是呢，这个欧文博士就故意设了一局，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 bug， 只要问剧本里写过的情节，菲利普就能对答如流。一旦问到这个剧本里没编的细节，菲利普就彻底死机了。这个实验就证明了，所谓的灵体根本不需要真实存在，只要有一群人足够专注，足够相信，他们的大脑就能在虚空中众筹出一个有能量、会互动的怪物。这在神秘学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egg-leg， 就是思想体。它就像一个依靠人念力存活的云端 AI。 这个概念就完美解释了南北神灵的差异。因为文化的 IP 不同你们连接云端服务器也就不同了。在东北农村，大家信的是万物有灵，是山林野兽，几亿人的念力呢，就众筹出了胡三太爷这个大号。所以东北大婶一联网系统就自动下载动物仙儿.exe。而南方的宗族社会呢，大家信的是忠义，是祖先，是英雄。这几亿人的香火呢，就众筹出了关帝爷或者三太子。所以南方的这个鸡同一联网系统下载就是武将神.exe， 表现出来的就是操五宝，拿刺球宝剑击打身体，铜针穿甲，那种刀枪不入的战神形象。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南方的神打请不来狐狸精，因为南方那个服务器里狐狸精这账号根本就没注册。所以不管你是北方的出马，南方的起乩，还是西方的通灵，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你的潜意识连上了当地的这个文化局域网，然后下载了一套大家都信的皮肤，穿在了自己身上。咱们回顾一下面对同一个身体震颤、意识断片、能量爆发的现象，
萨满说这是神来了，赶紧请进屋。道士就说：“哎，这是鬼来了，得赶紧打出去。”那和尚会说：“哎，这是冤亲债主来了，咱们得赶紧还债。”牧师呢就会说：“哎，看他干什么好事儿啊？干的是好事呢，就是神；干的坏事呢，就是魔。”神秘学家呢就说：“哎，这是你自己捏造出来这个云端 AI。”道友们觉得这个乱吗？其实一点都不乱啊。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群摸象的盲人，那这个出马的现象呢，就是那头大象。萨满呢摸到大象的鼻子，觉得它灵活、有能力，能帮人干活。道士呢就摸到大象那獠牙了，哎，觉得好锋利啊，很危险，会伤人的。神秘学家呢就摸到这个大象的大脑了，发现它是有记忆的，而且还有智能。每个人说的都对，但是每个人说的呢也不是全部。如果我们跳出这些名词，跳出这些胡黄白柳灰啊、撒旦呀、冤亲债主的这些标签，你会发现他们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客观存在的物理事实，那就是人类的意识状态是可以切换的，人类的身体能量也是可以爆发的。这种状态呢，在瑜伽里叫昆达里尼觉醒。昆达里尼的原意呢，就是卷曲的蛇。那像我们刚才也说过，柳家蛇仙儿，还记得我们说那个脊柱扭动像蛇一样吗？哎，这绝对不是巧合呀！为什么相隔万里的东北大婶儿，还有这个印度瑜伽士都用蛇来描述这股能量呢？因为这就是生物能量沿着脊柱上升时候的真实物理状态。这个在道家呢又叫合车搬运，在心理学里边叫心流，在神经学里面叫迷走神经风暴。它本质上就是一股巨大的原始的这个生命能量。这股能量本身呢没有善恶，也没有名字，甚至没有形象，就跟电一样。电是好还是坏啊？你用它点灯，它就是光明的；你用它做成电椅，那它就代表死亡的。你把它通到电视机里面，它就能显示狐狸啊，能显示出恶魔呀。危险的不是这个电，危险的是你给这个电接什么样的电器，就是用什么样的文化解释，以及你是否拥有控制这股电压的变压器，就是足够的这种身心的修养。如果你没有正规的修过禅定，也没有练过气功，那就相当于是没有这个变压器。那当这股几十万伏的高压电突然接通你那个只应该跑几毫伏电压的大脑电路板，结果就一个呀，就电线就短路了，芯片就烧毁了，你那大脑就真的疯了。所以啊，这就是真相。这世界上本来没有鬼神，只有未被定义的能量和被我们定义的故事。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恐惧，你也应该不会再盲目崇拜了。你会像一个真正的观察者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那股能量来了又走。你会对他说：“我看见你了，你是能量，你不是神。”好了，这个神学也解构完了，这台生物电脑的软件问题咱们也分析透了。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呢，我必须提醒大家，有些时候啊，这种能量爆发并不是修行的境界，也不是什么神迹，它可能只是你的大脑真的生病了。我们再去看一看，在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书上边，出马仙的这种状态到底叫什么病？好多人一听精神病这3个字就炸毛，你骂谁呢？我没疯，我这就是有仙缘，我这就是神迹。哎，别急着否认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道诡异仙》，主角李火旺呢，常年游走在2个世界，一边是诡谲恐怖的修仙界，他是斩妖除魔的修士；一边是充满消毒味的现代医院，他是被绑在床上的重症病人。他最痛苦的那句“妈，我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啊”，这个其实是无数患者的真实心声。这可不仅仅是小说，在现代医学的最高法典 ICD-11里面，专门就给李火旺们留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席位，名字不叫中邪，叫附体性出神障碍，简称 PTD。当然，这个医学也是讲理的。如果出马仙能在仪式当中主动请神，完事以后呢，脱下衣服正常上班，
过正常日子，社会功能没有受损，那个只能叫民俗，医生不管的。但如果是不控制的被附体，让你痛苦不堪，无法生活，甚至想自杀，这个时候医生才会给你下诊断书。医学界是承认这类病人呢，的确会失去原本的身份，被一个新的身份接管。他能看见你看不见的作望道，能听见你听不到的神谕，伴随着身体的震颤，还有语音的改变。还有一个更出名的病叫多重人格，学名叫解离性身份障碍，简称 DID。如果你问一个精神科的大夫 PTD 附体和 DID 分裂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夫呢就会把这个李火旺的脑子扫描图往桌上一拍，没区别。无论你是觉得被黄大仙附体了，还是你觉得身体里住着另一个名为红中的人格，你们的大脑病理机制是一样的，都是解离，都是因为无法承受现实的巨大痛苦，大脑选择了强制断电，逃到了另一个身份或者另一个世界里。那为什么要分两个病名呢？唯一的区别在于归因，就是你自己怎么解释这件事儿，区别只在于你的文化 IP。咱们用玩游戏打个比方啊，当你发现你的角色突然不受控制了， DID 多重人格的患者就会觉得，哎，是我自己练了个小号，刚才是我自己切号了。虽然可能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切号了，但在医生看来呢，这个就算是内部问题了。那 PTD 呢，就是附体，这个出马还有离火旺式的这种修仙，患者就会觉得，哎，我是被盗号了，有个黑客在操作我的角色，认为是外部的入侵。脑子里的 bug 是一样的，都是系统解离，只是你的潜意识呢，给这个 bug 选了一套不同的皮肤，故事的讲法不同。医生必须尊重你的文化背景，才能听懂你的故事。如果医生非要跟一个农村大婶说，哎，你有多重人格，哎，大婶听不懂。但如果说你被附体了，这是病，能治，他可能就接受了。所以当你拿着这个仙缘的幌子去拒绝治疗的时候，在医生眼里，其实你是在拒绝承认你那颗破碎的心。你宁愿相信自己是李火旺，正在经历一场宏大的诸神之战，也不愿意承认是你自己把自己给撕裂了。西医的诊断书开完了，那中医又是怎么看的呢？在中医的眼里，那些所谓的附体、发疯、神志不清，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妖魔鬼怪来解释。中医只用一个字儿，就能把它的物质基础说得清清楚楚。这个字儿就是痰。哎，别急着吐啊！我说的这个痰，可不是你咳嗽咳出来那个痰，那个是有形之痰。中医里讲的更多的、更可怕的一种叫做无形之痰。在中医理论里边，怪病多痰。当一个人的津液代谢出了问题，比如你长期吃油腻，还有脾胃虚弱、运化不动，或者长期生闷气、气机郁结、津液凝滞，你的身体里的体液啊，就会被炼化成一种粘稠的、浑浊的病理产物，这就叫痰。这玩意儿要是停在肺脏里，那就是咳嗽；要是停在皮下，那就是结节，就是脂肪瘤。但是呢，最要命的，如果这股痰顺着经络往上走，蒙蔽了你的心窍，也就是大脑皮层，这个就叫痰迷心窍。在古代呢，这就叫癫狂；现代呢，就叫做精神病了。咱们用神经生物学的视角呢翻译一下呢，你就知道中医得有多硬核了。我们的神经元之间呢传递信号，靠的是突触。你可以把无形之痰呢理解成一种堆积在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代谢垃圾，比如说贝塔淀粉样蛋白，或者异床的神经递质，或者用现在最前沿的概念叫神经炎症。当你的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的时候，在大脑里面就形成了炎症风暴，把你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皮层就是心窍就给糊住了。你的这个元神呢，就是高级意识，就接收不到信号了，那你就断片了。这个时候中医就叫神不守舍。你身体的这个房子，主人元神虽然还在，但他被痰蒙住了眼睛，堵住了耳朵，他被软禁了。这时候谁最开心呢？
是你身体里那些魄。在中医里呢，魄代表什么呢？代表本能，代表欲望，是一种条件反射。说白了呢，就是你身体里残留的动物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乱臣贼子。他们一看，哟，皇上昏庸了，被痰迷住了，机会来了。于是他们就冲进这个金銮殿，抢过麦克风，释放出最原始的动物本能。所以那些在直播间里像黄鼠狼一样上蹿下跳的人，在中医看来，他不是被黄大仙附体了，他是元神退位，阴魄夺权了。剩下的呀，就是他潜意识那股躁动的动物本能在篡位表演而已。你会表现出这种癫狂。《黄帝内经》里面就形容这种状态叫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看过陈强、陈佩斯父子演的电影吗？老爷子有一次不吃人参了，就浑身就燥热，穿着一大裤衩跟外边乱跑，满身大汗，停不下来。那就是典型的痰火扰心，阳气暴张，理智就全无了。治疗不需要捉鬼，只需要豁痰开窍就行，把那层蒙在脑子里的那个绝缘胶啊洗干净，皇上醒了，乱臣贼子自然就退了。如果简单的豁痰开窍不好使，那个乱臣贼子呢赖着不走，这个时候啊，中医就要掏出压箱底的绝活了。大家可能在小说里或者在电影里边听过一个名字——鬼门13针。传说呢，这套针法是药王孙思邈传下来的，专门治疗百邪癫狂。因为名字太吓人，再加上民间传的神乎其神，说什么运针的时候能听见鬼哭狼嚎，扎完针啊必须烧纸送走，导致很多人觉着这根本不是医术，这是巫术，是用来扎鬼的。把你们脑子里面那些迷信的画面先擦一擦。今天咱们要用这个神经解剖学，给这套千年禁术做一次彻底的平反。这13针扎的不是鬼，它扎的是大脑的总电源开关。咱们拿第一针来举例说明啊，人中穴在鬼门13针里，它有一个极其阴森的名字，叫鬼宫。大家想一想啊，当我们看到有人昏迷中暑发疯了，我们下意识动作是什么？掐人中。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中那里住着一个神仙吗？还是因为那是鬼进出的门？都不是。如果你把人中这块皮肤切开，你会发现这里是三叉神经最密集的分支汇聚地，就是三叉神经的第二支上颌神经的分布区。当你用指甲或者针狠狠刺入人中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尖锐的痛觉信号会沿着三叉神经像闪电一样直冲你的脑干。脑干里面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叫网状上行机动系统，简称 RAS。 它就是大脑的开机键，它负责维持你的觉醒，负责给大脑皮层供电。当一个人中邪了、昏迷了，或者像我们说的这个 PTD 附体了，本质上呢就是他大脑皮层死机了， RAS 系统休眠了。这个时候一针扎下去，巨大的电流轰击 RAS 系统，就像用那个心脏除颤器给大脑来了一次电击复律，砰一声就强制开机，皮层就被激活，意识就被唤醒。那个占山为王的乱臣贼子，就是潜意识，瞬间就会被强大的理性意识给挤下线了。那传说中的鬼哭狼嚎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更简单了。13针里边有一针叫鬼风，扎的呢是舌下系带附近。这一针下去呢，能直接刺激舌下神经和喉返神经，你的声带呢还有舌头会瞬间痉挛，病人会不受控制发出尖锐嘶哑非人类的怪叫。古人呢就会认为，这是鬼被打疼了在叫。其实呢，那不过就是你的声带肌肉在针灸刺激下的物理反应而已。孙思邈啊，就通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精准找到了人体表面连接大脑深层系统的外接端口。所谓的鬼门13针，根本不是什么驱魔的法术，它是一套极其精密、极其暴力的强神经调控术。它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谈因果，
他就是拿着电棍冲进你的脑子里，对着那个装睡的元神狠狠地来一下，给老子醒过来。讲这么多理论啊，肯定还是有人不死心。万一呢？万一我真是天选之子呢？说好的紫薇圣人转世呢？那好，我也不跟你辩论，我给你讲一个多年前会诊过的真实案例。听完这个故事啊，你再决定你自己的命运。患者呢叫小张，26岁，原来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典型的都市白领。但是有半年他就变了，工作也不过了，直接辞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不洗头不洗脸，天天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一会儿哭得撕心裂肺，一会儿笑得花枝乱颤。他就老说，有一条巨大的白蛇盘在我们家这个房上，他告诉我，我是他选中的地马，我必须要出马救世。他的父母都急疯了，病急乱投医，找了一大仙来看。大仙进门一看，一拍大腿，哎呀，这是上方仙缘到了，这是好事啊，赶紧立堂口，只要花8.8万，把堂子立起来，他不但能好，还能发大财。他那时候还太年轻啊，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背后标好价格。那老两口还准备掏钱呢，小张的表姐就硬把他给绑到我在那医院了。当时小张进来那状态啊，就是眼神迷离，透着一股极度的亢奋。他就直接就指着我背后那书架就喊：“大胆，见了本座还不下跪！”那一刻我不觉得好笑，我觉得挺心疼的。我也没理会他那个风言风语，我就直接看看他舌苔，就是很典型的那种痰热扰心，舌苔厚腻，跟涂了一层那个过期了的黄油似的，说明体内那个痰湿极重，舌质红绛，那就是在心火在烧呢。西医看到这儿啊，诊断书都写好了，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发作，伴随精神病症状。中医看到这儿呢，辩证也很清楚，就是痰火扰心，神不守舍。他这是交感神经极度亢奋引发的痰火扰心，属于是那种躁狂的范畴，跟冻结呢是神经系统的2级。我就跟他父母说，叔叔阿姨把那8.8万收好吧，这不是仙缘，这是病，得治。他为什么会看见白蛇呢？因为他体内这个火呀，顺着脊柱往上冲，他的大脑呢就把那个脊柱里像蛇一样乱窜那个热流呢，就错误认为是一条盘在房上的这个白蛇。这不是神迹，这是严重的神经炎症幻觉。我们也没给他做什么法事，就是给他2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西药的这种精神病类的药物，用来压制他大脑里的生物风暴。第二呢，就是中药，温胆汤加减，就用来洗刷他那个身体里厚厚的那个痰浊。前几天他还闹呢，说神仙要惩罚我们，大概就是1个礼拜，奇迹就发生了。早上查房，就坐在床上就能自己安静梳头了，看见进来就有点不好意思，就笑了。我说：“哎呀，我前几天是不是挺丢人的？”我就问他：“白蛇呢？还在吗？”他就摇摇头：“没了。现在想想，那好像就是我自己瞎想的，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我想逃避。这个所谓的白蛇呢，其实就是他要崩溃的那个大脑，为了逃避现实的压力，给自己编造的一个救世主剧本。可能也就不到1个月，那小张就出院了，重新找工作，现在都过得挺好的。那你们要设想一下，如果在那个十字路口，他父母真信那大仙了，真花8.8万立了堂口了，那现在小张干什么呢？他可能就穿着奇装异服，跟直播间里翻着白眼儿，一边透支着自己的生命，一边欺骗着下一个可怜人。他会彻底失去小张这个身份，沦为一个被精神病吞噬的职业神棍。这就是医学存在的意义。医生不是要剥夺你的信仰，医生是要在悬崖边上把你从那个名为成仙实为疯魔的深渊里一把拽回来。所以当你下次感觉仙家在召唤你的时候先别急着下跪，去医院挂个号吧。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比穿黄马褂的人
更想救你的命。听到那个大仙张口就要88000，是不是好多人觉得这也太黑了吧？这是个别现象吧？这都是骗那些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的吧？你们呀，是太小看现在的玄学江湖了。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吧。我太太一位前同事，光鲜亮丽啊，海归精英，名牌大学毕业，前几年呢还是某头部金融机构的高管，年薪100万，出入 CBD， 但是绝对是信奉亚当·斯密和价值投资的理性人。但是呢，这2年呢，大家也知道经济下行，金融寒冬嘛，他这个公司裁员，他就不幸被优化了，背着这个高额房贷，找工作处处碰壁，家里还有各种必要开支等着呢。你猜他最后干什么了？后来啊，我太太听说他创业了，家里啊满屋子的神像、香炉，还有穿梭不断的豪车客流。没错，这位前金融高管立了堂口出马了，而且他现在收入比他干金融的时候还高呢。他在微信群里边还说过，现在干的跟以前没本质区别。以前给客户推销基金是兜售财富焦虑，现在给客户看事儿是兜售生存焦虑。因为他之前积攒的人脉都是高净值人群，而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越是有钱的人越焦虑越迷茫。他们不可能信那个路边摆摊那王大爷，但他们信这种穿着高定西装、懂经济规律、能用英文聊宏观局势的海归大仙儿。这就是当下最魔幻的现实。出马仙儿已经不仅仅是文化现象了，它成了一个巨大的焦虑回收站。这里边不仅有我们要警惕的传销式收割，那种拉人头发展下线的低端局，还有这种精英式收割，用高学历、高智商对焦虑的中产阶级进行降维打击的高端局。咱们再说回那个低端局啊，就是最常见的以图养失。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去医院看病，医生会给你确诊不同的病？有的说是感冒，有的说是骨折。但是呢，你一旦踏进这帮网络神棍的直播间，不管你是因为失恋、失业，还是因为头疼、失眠，他们给出的诊断永远只有一个：你有轩辕，你身上带着任务来的。而且啊，紧跟着就是一套让人毛骨悚然的恐吓连招。你为什么最近总是破财啊？你孩子为什么总生病？因为老仙家在磨你，你要是再不立堂口，这就叫抗旨，轻则疯疯癫癫，重则家破人亡，殃及子孙。听听，这是救人的神仙吗？这分明是拿刀架你脖子上的强盗啊！他们在利用你的恐惧，对你进行精神绑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里边根本就没有看病这个选项，他们的核心商业逻辑只有4个字：发展下线。这就好比啊，你走进一个连锁快餐店，不管你是想买汉堡还是想借个厕所，店员都死死拉住你说：年轻人，我看你骨骼清奇，你必须花20万加盟我们，开一家分店。现在很多所谓的立堂口，本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加盟连锁店，甚至是庞氏骗局。这背后啊，有一套吃人不吐骨头的以图养失机制。你想想看，那个大仙当年也是小白，他也是被他师傅忽悠，借了高利贷，花了10几万立的堂口。这笔钱他得赚回来呀，怎么赚呀？靠几十块钱的挂金，那得算到猴年马月去。最快最暴力的方式就是把你也变成地马。你知道那几万10几万的立堂费买回来的是什么吗？几个劣质的树脂神像，淘宝上25块钱一个，几尺红布，几张黄纸，加起来成本到不了200，转手卖你88000，这利润，太子集团的陈志看了都得流眼泪。这就是真的智商税，这就是回本。所以当他握着你的手，眼含热泪的告诉你：孩子呀，
我看你可亲了，咱俩有缘，请你一定保持清醒。不管他是农村的大婶儿，还是穿着 Prada 的海归精英，他看到的不是缘分，他看到的是一个被吓破了胆，但又刚好有点存款的待宰肥羊。对于像我老婆同事那样的聪明人，那是他在经济下行周期里边找到一根救命稻草，或者说是另类风口。但对于你，对于在这个时代里挣扎的普通人，这可能就是压死你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是想渡你成仙，他是想把你变成他的接盘侠。讲完了这种线下的拉人头，我还得曝光一种更隐蔽、更危险的高科技收割。好多年轻人说，我也不傻，我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老太太，我信大数据，我信 AI。好，你就在微信、抖音里边经常能看见这种广告 ：AI 看面相，大数据算命，紫微斗数，首单免费，不准不要钱，测测你的财运。你心想，反正不要钱，或者只要9.9块，试试呗，又不会少块肉。都能预警接下来这几分钟可能会保住你的身家性命，请你一定仔细听好。这些所谓的 AI 算命的，根本不是为了赚你那9.9块，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你的生物识别信息，就是你的脸。当你点开那个链接上传你的自拍照片之后，系统通常会弹出一个提示，为了分析的更准确，请你配合做一个动作，请眨眨眼睛，请向左转头，请张张嘴。你以为他在看你的骨相吗？你以为他在分析你的气色吗？懂技术的朋友听到这几个指令，后背应该已经开始发凉了。这不就是那些支付软件、网贷平台用来验证你是活人的活体检测吗？当你傻乎乎对着镜头点头哈腰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你这些点头摇头眨眼的那个视频片段就已经被截获了，被打包了，然后呢就几毛钱一条的价格就卖给黑产了。这帮黑产拿着你的脸能干什么呢？他们能注册网贷账号，他们还能去解封那个被冻结的微信，甚至能洗钱。等到有一天警察敲开你门，或者你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背了几十万的高利贷，你才会恍然大悟，天哪，我不就算了个命吗？对，你是只算了个命，但你把你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最核心的通行证亲手交给了魔鬼。除了偷脸，还有一种即使没偷脸也把你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叫伪 AI。 你以为后台真有超级计算机在运算你以为是黑科技其实这都是祖传的风马燕雀换了张皮。在旧江湖里边，骗术分8门，这种算命行当里边的经门恐吓套路，老祖宗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星活。我看你天庭发暗，地阁无光，今日必有血光之灾。但是这灾呢也不是不能解，得看你心诚不诚。听着耳熟吗？经典相声《劈大褂》里怎么讽刺这种人的？你这个命父在母先亡，你爹先死这句话对，你娘先死这句话也对，父在母先亡，这叫两头堵，也叫冷读术。他们会给你发这种话，你外表看起来很坚强，但内心其实很脆弱。你最近有一笔钱财上的压力，或者人际关系的困扰，你很重感情，但总被误解。听听，这说的不就是绝大多数人吗？这在心理学上叫巴纳姆效应。他们用这些模棱两可的话，先套取你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诱导你说出自己的隐私，最后再狠狠宰你一刀。所以记住我的话，在这个大数据裸奔的年代，你的脸就是你的银行卡密码，你的指纹就是你的房门钥匙。千万不要为了那一点点对未知的好奇心，就随便把自己的生物信息授权给那些来路不明的小程序，那是不可逆的。钱被骗了还能赚回来，脸被偷了，你这辈子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永远裸奔了。好，我们旅程的最后讲点实用技术。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如果你正在家吃饭，突然你的妈妈或者你的闺蜜筷子一扔，眼睛直了，浑身开始剧烈颤抖，嘴里发出奇怪的嘶吼声，这时候作为全场唯一清醒的人，你该怎么办？是赶紧跪下磕头，还是赶紧点香请神？都别做。首先呢，必须要做一个快速的分诊，请死死盯着他的脸。如果他口吐白沫，牙关死咬，面色紫青，或者直挺挺的倒地，摔得头破血流，别掐人中啊！掐人中不仅没用，还可能把他掐得窒息。也别泼水，那种可能是癫痫大发作，或者是脑梗。别犹豫，立刻打急救电话。但是如果呢，他只是表情痛苦，哭闹嘶吼，肢体夸张的扭动，甚至你喊他的名字，他还能有反应，这大概率就是我们说的解离性障碍，就是癔症。确定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出我给你准备的这3件回阳救逆的法宝了。第一个法宝呢，就是通关开窍，就是我们常说的掐人中。在道家看来呢，鼻子下面是天，吸入天气嘛，嘴巴上面是地，吃入地气，中间这条沟呢就是人，它是任督二脉交汇的枢纽，也是连接天地、沟通阴阳的关隘。当一个人神志不清，那是阴阳离绝，是天地断联。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拇指死死掐住这个人中穴。西医说呢，这个就是刺激脑干 RAS 系统强制开机了。那中医说呢，就叫交通阴阳，开窍醒脑。你这一掐呀，就是把断开的天地呢，强行给它接上了。第二件法宝呢，可以叫水火既济。如果掐人中呢不是太管用，他还在那儿狂躁，那可能是心火暴涨，肾水枯竭。这个时候别泼水，容易呛着，可以去拿一个冰毛巾或者一个冰镇饮料，直接敷在他这个眼睛周围。这个在西医里叫做潜水反射，但在中医里呢，这个叫引水治火。眼睛是肝的窗口，当极寒的水汽突然覆盖在燃烧的这个火窍上面，身体本能的这个坎水，就是肾水，就会被调动起来，先扑灭这个失控的离火，就是心火，能瞬间让这种狂躁的能量暂时冷却下来。第3件法宝呢，就是安神定志。等他慢慢的醒过来了，如果这个眼神你看着还很迷离，神魂未定的时候，他那个魂魄可能还在外边飘着呢。你要做的就是招魂，不用做法，就是握住他的手，用坚定的声音带着他做五感落地，5、4、3、2、1，接地练习，引导他开口描述5样看到的东西，4样能摸到的质地，3种听到的声音，2种闻到的气味，1种嘴里的味道。用这个强行把他的五感从虚幻当中钉回到当下的现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里边就讲，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为五脏所藏。眼受色而藏于肝，身受触而藏于脾，耳闻声而藏于肾，鼻受香而藏于肺，舌受味而藏于心。当你引导他重新使用五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他把飘散在虚空当中的魂魄意志思，像抓中药一样，一位一位抓回来，重新安放到五脏里面。这就叫收摄身心。当他能清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说明神已经归位了。这也是认知行为疗法 CBT 和辩证行为疗法 DBT 治疗创伤后应激综合症 PTSD 惊恐发作以及解离性障碍的经典技术。所以记住了吗？通关开窍，水火既济，安神定志。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不需要当法师，你只需要做一个懂阴阳治医理的守护者就可以了。急救讲完了，但那只是治标。如果你自身的风水不好，你的经络是堵的，你的气血是乱的，那你下次遇到点事儿还是会崩，还是会中邪。那怎么从根源上修好它呢？我再教大家2招结合了
现代整骨，还有道家内功的身心重构术，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买药，只需要你每天花10分钟时间。第一招呢叫开中焦，也可以叫横膈膜大扫除。中焦呢就是在你的心窝这里，这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也是道家说的黄庭所在。你憋回去的那些眼泪，咽下去的怒火，都会变成浊气，死死地堵在这里，形成一个硬邦邦的结节。中医呢就叫脾块，或者叫脾满，更准确的病机是气滞血瘀，我们要把它化开。首先呢，摸到最下面这个肋弓的边缘，双手呢4只手指并拢，往里往上抠就探囊取物吧。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疼，甚至会有恶心想吐，别怕呀，那个是痰湿和郁气在反抗。保持按压，深吸气，鼓肚子顶手，深呼气，手往里插得更深，把那些陈年老垢给挤出来。如果你突然想哭或者想大吼一声，千万别憋着。内经就说呢，在脏为肺，在声为哭。那一刻你吐出来不仅仅是气，是你心里面憋了半辈子的窝囊气，气顺了，运自然就转了，这比烧香拜佛都管用。第二招呢叫环虚卧，也可以叫腰大肌的归零法。这招呢是道家修行里面的一种睡功，专门用来对付那个恐惧开关腰大肌。我们每天为了碎银几两奔波劳碌，我们那个腰大肌就像一张拉满的弓，时刻准备着战斗，这叫劳神伤气。我们要让这张弓呢彻底松下来，回归先天的状态。非常简单，简单到像在摆烂。在整骨疗法里面，这叫静止休息体位，90-90姿势。在修行圈呢，这叫环虚卧。找一个地板，躺平，把小腿架在一个椅子上，让大腿和身体成90度，小腿和大腿也成90度，然后闭上眼睛，什么都别做。这个就是无为啊。如果你感觉到腰部悬空那个地方在重力的作用下一点点往地板去沉，肾气开始回归脊柱，大概躺个15到20分钟，你可能会感觉到大腿根那儿就有一股热流或者微微的颤动。这个颤动呢就是传说中的气机发动。还记着出马仙那种疯狂的抖动吗？那个是走火入魔了，是气乱了。而你现在这种微抖呢，是气血归经，是身体在自动排毒。别去控制它，让它抖一会儿，就是顺其自然。它正在把你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种恐惧全部清零。等你做完这套动作，站起来那一刻，你就能发现脚底是实的，脊柱也正过来，眼神呢也会更定一点。这就是脚踏实地，正气存内，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飞到天上去看神仙，而是稳稳地站在大地上，做个人。当你拥有了一副松而不懈、通而不堵的身体，当你拥有了一个时刻清醒、神完气足的大脑，你告诉我，哪路神仙能上你的身？哪个骗子能洗你的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自己就是你最大的护法神。好，我们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像做了一场梦？我们从喧嚣的直播间出发，看清了那根会冻结的迷走神经，听到了那条会尖叫的前深线。我们在诸神的巴别塔里面听萨满、道士、牧师吵了一架，最后发现他们指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我们穿越到1972年的多伦多，亲眼看到了那张被人造念力驱动的橡木桌子。我们深入到了失控的江湖，看到了那位在经济寒冬里无奈转行的海归高管。最后我们回到自己的身体，学了几招救命的身心重构术。为什么我要费这么大劲儿讲一个玄学话题呢？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这个大家都很焦虑、很脆弱的时代，
出马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代表了人类内心深处那种想要走捷径的渴望。我们渴望有一个神能替我们做决定，能替我们扛责任，能替我们过好这一生。但是经过这期视频的洗礼，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捷径，把灵魂的主权交给别人，永远是一场豪赌。不管是交给骗子，还是交给神，真正的神通不是你能看到什么白蛇呀、狐狸呀，也不是你能隔空取物、预知未来。真正的神通是当你面对生活的暴击时，你的脚能够站得稳，你的气能够喘得匀，你的心能够定得住。真正的修行不是修成神仙，而是修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请照顾好你的身体，它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圣殿。请守护好你的神智，它是你在这个宇宙中唯一的导航。别让垃圾进到你的庙，别让强盗开你的车。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我最喜欢的话：向外求，你将看到光怪陆离的幻象；向内求，你将找到坚不可摧的真相。我是一个只想让你清醒的非著名小中医。这个视频结束了，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